我的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孕妇正在大出血，快通知家属，快！先生你好，张先生出车祸了，还活着吗？正在抢救。告诉他们，还能动自己果吗？陆远辰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爱上你。如果还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情愿从来没有遇见你。我不是在上课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江小姐，你昨晚出了车祸，差点流产，现在必须卧床静养。胡说八道！我明明是18岁的花季少女，还没结婚呢，怎么会怀孕？江小姐，你已经22岁了，应该是头部受到撞击造成的短暂性失忆，要不你还是联系一下家属吧。江小姐，这是你的检查，你真的已经怀孕8周了。失忆？我真的怀孕了？是的，江小姐，你现在身体状况必须好好养胎，不然啊，以后很难再怀孕了。早点休息，有事叫我们。主任。这就是我老公，还挺帅的嘛。看来早婚早孕也不亏啊。肉麻死了。喂，老公。每次都是这些把戏。你这帮人在找戏吗？张婉。我靠，这腿、这腰、这双开门肩膀，还有这张长得人神共愤的脸。这位先生，你真的是我老公？立刻签字，否则你1分钱也拿不着。我才刚刚接受我已婚妇女的身份，怎么突然要离婚了？怎么？你是不是想说你车祸失忆了，把你之前做的事情全都忘了？对，这全是我的词儿。张婉，你为了不离婚，连这种谎话也说得出口？站住！这位先生，你老婆刚刚死里逃生，这就是你作为丈夫的态度吗？丈夫，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丈夫。早在2年前，你趁着我酒醉爬上我的床，你就应该知道我的态度。我怎么可能爬你？头好痛，怎么什么都弯了？江婉，你最好给我适可而止。我明明都不记得他了，为什么听到这些话还是会觉得心痛？我说过，这种苦肉计对我没有用。夫人，陆总好不容易才查到小时候救他女孩子的线索，就因为您自导自演了一场车祸，错过了，您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？所以你妻子车祸住院，你没有半句关心，还出口伤人，就是因为你心里还有一个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是吗？在这盯着他什么时候签字，什么时候放他走。不用了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现在就签。你这样的渣男，还是留给你的白月光。签名、指纹一个也不能少。现在就去离婚！离婚补偿1个亿！怎么，还不知足？知足，我很知足了。协议中没有约定孩子抚养权的归属，两位商量好了吗？我们没有孩子。原来他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，这样也好，方便我去父留子。张婉，你想反悔啊？
当然不是，我们没有孩子，你赶紧给我们办离婚吧。好的，两位请稍等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待会儿就去第10个男模区去会亲。你敢？先生，你哪位啊？咱俩马上离婚了 ，OK？ 你之前死活都不愿意离婚，现在倒是这么痛快，你又想耍什么把戏？之前本姑娘眼瞎了才看上了你，放心，从今往后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一旦盖上一章，就无法挽回。你们确定要离婚吗？确定。好。不准离婚！不准离婚！婉婉，你别怕，有奶奶给你做主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混账小子！我要不来，我怎么知道你背着我要跟婉婉离婚呢？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让你跟婉婉结婚，那可是你爷爷的最后心愿呐！你怎么忍心让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不得安息呀？哪怕你把爷爷搬出来，今天我也一定要离婚。你，哎呀，奶奶啊，我喘不过气来了，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我都一大把年纪了呀，就想着抱个曾孙子，没想到你们俩呀非要离婚。哎呀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呀，早点到地下去给你爷爷赔罪呀。之前医生说老夫人的身体不能再受刺激，如今之计，一切得顺着她呀。行，我们不离婚了。我不同意。离婚了我就变成富婆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这个婚也得离。只要你陪我应付奶奶，这个亿就是你的了。区1个亿，我离婚了也能拿到。我可是有尊严的。这里是3个亿，够吗？够！尊严不要了吗？总不能因为尊严钱都不要了。签字吧。什么？居然还要履行夫妻义务？什么？居然还要履行夫妻义务？放心，我对你没有一点兴趣，做戏就要做全。最好是这样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果然，这个女人只会得寸进尺。等奶奶身体好一些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婚。换套路了，不离婚才是你的目的吧？自恋是病，早治疗早解脱。你当真把以前事都忘了？是啊，说起来我还要感谢这场车祸呢，让我忘记了那么多恶心的事情。忘了？那我来告诉你，以前到底是谁缠着谁。你脑子不是失忆了吗？你身体倒是挺诚实的。你凭什么亲我？每日一吻，这是你当时亲自提的要求。以前说的话全部作废。我警告你，再敢对我动手动脚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陆总，我怎么感觉夫人和以前不一样了呀？既然要跟我玩欲擒故纵，那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跟我装多久。按目前的情况来看，
这狗男人想娶的是她的白月光，而我好像是他的舔狗，趁他喝醉爬床。姜晚啊姜晚，这4年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今天去陆公馆和奶奶吃饭，我劝你安分守己，不要动什么歪心思。一直忘了问你，你叫啥来着？你连我叫啥都忘了？陆彦辰。你有这个闲工夫做这些，你不如想一想一会儿怎么应付奶奶。老板放心，我的演技可是奥斯卡影后级别的。老夫人，少爷和少夫人到了。奶奶，哎呀，您看着可真是容光焕发，这皮肤也太好了，看着像年轻了20岁。你这小丫头啊，就知道哄奶奶开心。坐，你什么时候啊给奶奶添个大胖曾孙子，奶奶就高兴了。奶奶，我目前不打算要孩子。狗男人不打算要孩子，还让我怀孕，要是被他知道宝宝的存在，肯定会逼我打掉，说不定还要克扣我的离婚补偿。鲁八皮！嘟囔什么？奶奶，我是说，我和燕晨想先过2人世界，暂时不想要孩子。算他识相。这是你前几天不是出了车祸吗？专门给你熬的汤，补补身体啊。谢谢奶奶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怀孕了呀？张婉，你怀孕了！张婉，你怀孕了！你吼那么大声干嘛？吓着我的大胖曾孙子了！老赵，赶快备车！我要去买最好的医院，为我的大胖曾孙子怀孕！怀孕，姜婉，这是为了不离婚想出来的新手段吗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车祸后遗症。哎呀，痛！是吗？跟我去做检查。不用了，医生说了，头晕和呕吐都是正常现象，我休息2天就好了。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在骗我。奶奶真是瞎操心，你都跟我哥结婚2年了，那要生早就生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要我说啊，她就是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纯纯的祸害。真是苦了我们家燕晨了。这2位是谁？我妈，我妹。看起来就很不好对付的样子，这得加钱。姜王，当初要不是你算计我哥，你真以为你凭一个孤儿的身份就能进入我们陆家吗？前2天还为了不离婚闹自杀，真是有妈生没妈教的气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是，对，你有妈教，可你看起来也不太像有教养的样子呀。姜婉，你脑子被撞傻了吧？敢这么跟我说？道歉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也配让我给你道歉？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我哥把你扫地出门？那你可能要失望了，因为你哥会求我留下。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！你怎么样？不要你的假关心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她又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连自杀都不能死，烫一下还能死了不成？再说了，青青年纪小不懂事，她一个当嫂子的，难道还要跟妹妹斤斤计较吗？原来我这4年过的都是这种生活。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我能理解。知道就好，马上给青青道歉。你敢打我，混账！敢在陆家撒野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俗话说，长嫂如母。既然你这个当长辈的不知道是非，那我就替您好好管教管教熊孩子。如果再有下次，就不只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了。你不要脸的爬上我哥的床，还算什么嫂子？我哥的白月光还会救过他，
你呢？你就是一个抢别人位置的小三儿。江婉，认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垃圾也配在这里说话？马上道歉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犯错了就要挨打，我一个脑子坏掉的人都明白得到，你们难道不明白吗？你一个连保姆都不如的人，想要我给你道歉，今天我必须让你跪下给我认错。够了！停掉陆青青的所有银行卡，好好学回去。哥，你怎么能为了他来惩罚我？我才是你亲妹妹啊！如果你不是我妹，你现在不会站在我面前。放我下来，我自己会走。我帮你，你还和我生气？帮我？刚才你家人那个态度，明显他们欺负我不是1天2天了。但凡你尽到一点做丈夫的责任，他们都不会这么对我。这难道一切不是你心甘情愿的吗？在你眼里，他们欺负我是我心甘情愿？我是受虐狂吗？我以前是有多喜欢你，才会这么自轻自贱？抱歉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这句道歉，你应该对22岁的江婉说，我不需要。还有，请你告诉他，以后不要惹我，以后我会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干嘛？别拉拉扯扯的。以前你总是逆来顺受，像个木偶，现在倒是有趣多了。干嘛？别以为你刚才替我出气，就可以对我动手动脚的。想什么呢？我给你上药而已。下次还成不成了？对我好这么好干嘛？早干吧去。今天谢谢你。该死，明明没有记忆，这个身体怎么还是有反应？不行！怎么了？差点忘了自己怀孕了，这是色令智昏。我们只是合约夫妻，现在奶奶又不在，应该不用做戏吧？可是你明明很有感觉，你就当享受。可是我失忆了，这不好吧？你以前可是很喜欢的，交给我，我会让你很开心的。不行！又怎么了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什么都没准备，要是怀孕了，多麻烦呀！我们经常回来住，东西准备的很齐全，还有什么问题你一次性说清楚，拖久了影响的是你的体验。完了完了，要是被他发现我怀孕了，还怎么离婚？到时候我跟孩子一个都跑不了。我来那个了，不能头发。撒谎！你的例假来的一向很规律，还有1周才来。我出车祸了，可能内分泌失调，就提前了。抱歉，
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身体状况。我去隔壁房间睡，你自己处理一下。糟了，我的孕检单！江婉，你真的怀孕了？江婉，你真的怀孕了？不是我，你竟然敢瞒着我怀了我的孩子！你是准备用孩子要挟我吗？我没有。陆远辰，当初在民政局是你不同意离婚的。跟我走。你干什么？去医院。我不去，我都说了我没有怀孕。你不相信我，总得相信你自己吧？你那么厌恶我，怎么可能有机会让我怀孕呢2个月前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喝多了，没有做错事。陆总，从孕检单上来看，陆夫人确实已经怀孕8周了。光靠一个孕检单能说明什么？说不定是误诊呢。我只相信我自己亲眼看到的，立刻安排一个医生给他做检查。是。要是被陆彦辰发现我怀孕了，一定会逼我打掉的，怎么办？到底是什么病人需要我亲自来检查？到底是什么病人要我亲自来检查？季教授，这是院长指定让你负责的陆总和陆夫人。大夫，我要立刻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怀孕。跟我来吧。麻烦陆总在外面等待一下，我现在要给病人做检查。你就先在这儿吧。难道你还怕我跑了不成？江婉，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新手段。江婉学妹，别来无恙啊！学长，幸好今天遇见的医生是你，不然我肯定死定了。我才出国3年，你就跟这个陆彦辰结婚了？我记得你小时候说过，非救你那哥哥不嫁吗？救我的哥哥？学长，我前2天出车祸失忆了，你跟我说的这些，我完全想不起来。从潜意识的角度来讲，你忘记的都是不重要的。既然都忘记了，那就别想了。学长，你能不能帮我隐瞒我怀孕的事情？为什么？我和陆彦辰要离婚，如果他知道我怀孕了的话，一定不会让我生下这个孩子的。但是医生说我再也不会有孩子了，所以我想瞒着陆彦辰把孩子留下来。我可以帮你隐瞒，但是4个月之后你就会显怀，到时候就会被发现。谢谢学长，我2个月之内就会和陆彦辰离婚。她没有怀孕，呕吐和眩晕只是脑震荡的后遗症，休息2个月就好了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啊。看吧，我都说了我没怀孕，折腾大半夜了，赶紧回家吧。江婉，你这不解释解释吗？既然都说了我没有怀孕，那这个应该是假的吧？你以前敢爬床逼婚，现在伪造孕检单拖延离婚，你恶心人的手段还真的是一如既往的高明。行了行了，我都失忆了，你这一个大男人这么爱翻旧账算什么本事？你说什么？我以前脑子有病，做了很多蠢事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你。既然你这么在意，那我们明天就去离婚，你好不好？大家好。你想离就离，不想离就不离。我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吗？离婚不同意，不离婚也不同意，男人心，海底针。幸好我聪明，要不然陆彦辰那个狗男人肯定会伤害到我的。看来还是得趁早离婚，天天担惊受怕，皮肤都变差了。这狗男人也太渣了，心里有白月光还跟我结婚，现在竟然还出去玩女人。
这22岁的江晚在难过吗？没事儿，姐妹，有什么好大不了的？一个渣男而已。他能出去玩女人，姐姐带你出去玩男人。陆总，长夜漫漫，一个人喝酒多寂寞呀，我们来陪你吧。滚！江哥，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我听说啊，前2天你跟江晚差点离婚了，该不会是他又耍了什么手段吧？他出车祸失忆了。什么？你说一个人失忆会性情大变，完全忘记另外一个人吗？一般来说，失忆就是选择性的遗忘那些痛苦的人和事。江晚那么在乎你，忘记谁也不该忘记你的。但凡你听到一点丈夫的责任，他们都不会这么对我。我以前脑子有病，做了很多蠢事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在意，那不如我们明天就去离婚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难道我给江晚带来的只有痛苦？现在忘记一切的他，才是真正的他。天哥，虽然当初江晚算计你，但是这些年他对你掏心掏肺，我们也都看在眼里。燕晨，既然你不喜欢他了，哎呀，他又失忆了，不如趁这个机会，你们把婚离了，省得彼此折磨。奶奶受不了那么大刺激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还没有进展呢。江哥，都找了15年了，他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他救过我，我欠他。你他妈跑不跑了？够了！要是真给打死了，咱们也拿不到钱。行了，今天先休息。再拖，打死你俩！哥哥嘴一嘴就不动了，我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。哥哥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我们一起吃，我会带你逃出去的。哥哥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？你看，那是北极星，只要我们沿着那个方向走，就能回家啦。哥哥怎么这么聪明呀？以后我就叫你北极星哥哥吧。那我就叫你馒头妹妹。我兔崽子，我站住！哥哥快死了！我站住！崽子，站住！崽子，哼！哥哥怎么办？动不动？这枚玉佩是奶奶送我的护身符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保佑你平安回家。哥哥，我们一起走。不，我去引开他们，你快跑。哥哥，兔崽子，我站住！我在这里，你们来抓我呀！站住！小兔崽子，还有一个呢！妈的，还能飞了不成？带走！北极星哥哥，我去找人来救你，你
燕哥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你们这么有缘，一定会再见面的。你找到了救你的妹妹，她江婉怎么办？只要她安分守己，我保她一世荣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打个电话认个错，真转性了。嘿，燕哥，以前你可是最讨厌他缠着你了，现在好不容易解放了，怎么还一副舍不得的样子？看，江婉来我们会所了，十有八九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逼你回去了。江婉拿着我的黑卡来会所玩，100万，我们这儿最贵的男模也就20万呢，哥。那个富婆出手就是一屋子男模，大气，可惜被陆家扫地出门了。等一下，你们说谁啊？是陆夫人。阳光奶狗，帅气爱豆，精英白领应有尽有。江小姐，您看想要哪一款？也不知道22岁的江婉喜欢哪个，我全都要。好的，小姐。咱们简单聊聊天就行了。哟，这不是江婉吗？哟，这不是江婉吗？玩这么花呢，怪不得陆彦辰要将你赶出去呀！关你屁事！丽丽，这位美女怎么不介绍一下啊？这位是我高中同学江婉，江家大小姐。哦，不对，15年前她爸妈就已经死了。现在江氏是他大伯的，他的堂姐江子宁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，而他只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可怜虫。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就是江子宁的跟屁虫吧？这么多年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，果然狗改不了吃屎。江婉，你装什么清高呢？当年你不也口口声声说你要嫁给小时候救你的哥哥吗？哼，现在还不是为了几个臭钱就爬上了陆彦辰的床呀？为什么他和学长都这么说？到底忘了些什么？江婉，我不嫌弃你是陆彦辰睡过的破鞋，今儿你把我伺候好了，老子就收你当情人。我没有哄抬朱家的癖好。哼，还挺有劲儿，我喜欢。不过今天爷非要尝尝你的滋味，给我上，按住他！不打死他就过来！老子可是港城建材的公子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是陆彦辰的人，敢动我，你们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陆彦辰，我帮他处理他的破鞋，他感谢我还来不及呢。我要看看怎么谢你。我要看看怎么谢你。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胆子大了，不敢动手了。是他们先欺负我的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陆总，是江婉，是他先勾引我的，他还说马上要跟你离婚。你这个嘴如果不会说话，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。陆总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饶了我吧！他竟然会帮我，这个狗男人怎么突然转性了？陆总，您这么护着江婉，难道您真的不介意江婉她给您戴绿帽子吗？陆总，她嫁给你就是为了钱，她的心里早就已经有别的野男人了，而且她说非那个野男人不嫁呢，恐怕他们之间早就已经暗自苟且了。燕哥，这么些年，嫂子满心满眼都是你，我们也都看在眼里的，该不会真的相信了这个女人的胡言乱语吧？
从今往后，在港城我再也不要见到他。来人！哎，陆总，你不该惩罚的是他吗？哎，陆总，李少，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才把老子害这么惨，给老子滚！李少，喂，子琳姐，江晚她好像失忆了。我刚才跟她提小时候的哥哥，她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失忆，那可真是天助我也。江晚，本想一场车祸送你上西天，既然你大难不死，那妹妹我就送你一份大礼吧。江晚，你玩的挺花呀，你点了10个男模。你玩女人，我玩男人，咱们彼此彼此。我什么时候玩女人了？还好，我不认识他，这照片拍的很刻意，明显是有人拍的错位。行，我给你看照片，不是为了让你解释的，只是让我们彼此心里都有个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很明显吗？意思就是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咱们互不干涉，到时候离了婚一拍两散，就这么简单。今天晚上有人拍了我和别的女人错位的照片，发给了江晚。我给你1晚上时间，给我调查清楚。燕哥，嫂子不会在意的，这种事儿她以前也是没经历过。燕晨，这是……不干你问的事儿，你别问。他不在意，我在意。江晚，我警告你，在我们正式离婚之前，你再以陆夫人的名义外边给我乱来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你管我？再犯一次，离婚补偿我扣1000万。竟然拿离婚补偿威胁我，该死的鲁八皮，扣死你算了。你看，那是北极星，只要我们沿着那个方向走，就能回家啦。小婉，醒醒！小哥哥，快跑！不要！你怎么在我房间？你梦到了谁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出去！那个男人是谁？什么那个男人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既然心里有人，你当时干嘛爬上我的床？怎么，那个男人满足不了你是吗？发什么疯？放开！你费尽心思的嫁给我，你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那好，我成全你。陆远辰，我们要离婚了。既然还没离，履行夫妻义务，合理合法。陆远辰，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就告你婚内强奸。怎么，你现在才想起来为那个野男人守身如玉，是不是晚了点？你混蛋！我真替22岁的江晚感到悲哀，竟然爱上你这样的人渣。你这个伤疤是怎么回事？有些事情你不用知道，别多问。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？我到底忘记了些什么？陆总，您让我查的事情有新线索了。夫人也这样，那我待会儿再说吧。随时说吧。这幅画会在3天后出现在拍卖会上，画面中心的图案和您当年丢失的那枚玉佩极为的相似。这幅画为什么和梦里的画又那么像？难道那不是梦？陆远辰，这个慈善拍卖会你能不能带我一块去？你又想耍什么把戏？不带我去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 3天后我带你去。小小陆远辰拿捏。不过
这幅画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这么熟悉？ 欢迎诸位莅临雪山拍卖会，拍卖会即将开始，请诸位落座。也给我一个。陆总身边那位是陆夫人吗？还真是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代理官出席。陆夫人果然不一般。别以为我带你来拍卖会就承认了你的身份。该死的男人，偏偏长了张嘴。 第一件拍品，英国皇室蓝宝石项链，繁星之恋，起拍价120万。150万，300万，400万，500万，1000万。还有人竞拍吗？恭喜陆总获得繁星之恋。给我的离婚补偿才1个亿，竟然花1000万买条项链，王八蛋！送给了你。 喜欢吗？喜欢，贵的就是好，真大气。下一件拍品是《仲夏夜之梦》，这幅画是私人收藏家捐赠，描绘的是2个小孩在夏夜的奇幻冒险，名为《仲夏夜之梦》，起拍价50万，100万，200万。你干什么？这幅画对我很重要，你不要在这无理取闹。这画对我也挺重要的，陆总，刚刚这么贵的项链你都能送，这个你也让让我呗。不可能，500万。你非要和我抢吗？夫人，如果您不继续加价的话，这幅画就属于陆总了。1000万。死了魏晨，本姑娘连化妆层都拍进去。1个亿。陆总出价1个亿，陆夫人，您还要继续加价吗？江婉，我给你的离婚补偿只有1个亿，加上给你报不了。你确定和我争吗？有钱了不起的，陆总财大气粗，我就不自讨没趣。恭喜陆总拍下《仲夏夜之梦》。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见一下这幅画的作者。我找这幅画的作者是为了那个梦，他找的。该不会这幅画真的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吧？抱歉，陆总，我们这些拍卖品呢都是收藏家匿名捐赠的，我们拍卖行无法干涉。要不您换一个条件？如果我见不到这幅画的作者，恐怕这个拍卖会不能正常进行。只要陆总能为公益事业慷慨解囊，我愿意一见。陆总你好，我是这幅画的作者江子玲。江子玲，怎么是你？江子玲，怎么是你？姐姐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你前2天刚出了车祸，现在看起来恢复的挺不错的嘛。我们之间应该不是可以问好的关系吧？这2人不是堂姐妹吗？怎么脾气品行差那么多？江婉爸妈15年前出车祸死了，要不是他大伯收养了他，只怕早就饿死了吧。当年我爸妈尸骨未寒，你们一家迫不及待的就霸占了江氏，一群鸠占鹊巢的小偷，少在这里惺惺作态吧。姐姐，我爸妈对你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，对你比对我还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想。江婉，你不要在这胡闹，我有重要的事想跟确认。江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创作了这幅画？是我的一段亲身经历。15年前，我被绑架了，是一个小哥哥救了我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他还被绑架过？如果不是小哥哥去及时引开坏人，恐怕我早已凶多吉少。我做公益事业也是为了替他行善积德，希望他以后平安顺遂，也希望以后我可以再见他一面。那你现在见到了，我就是那个小男孩。如果不是当事人给我帮个忙，我可能早饿死了。运城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为什么看着这么信任，你会心痛？你还记得当时我给过你护身符吗？我
我记得你说过这个护身符是你奶奶给你保平安的，我一直都贴身带着，只希望有一天能够物归原主。这枚玉佩怎么这么熟悉？我头好痛。哥哥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我让你逃出去的。这枚玉佩是奶奶送我的护身符，我把它送给你。这个伤口是怎么回事？有些事情你不用知道。难怪我不记得小时候的小哥哥了，原来是他记忆里也这么认识。你又怎么了？所以我2年前死活要嫁给他，是因为认出了他就是15年前救我的人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喜欢抢我的东西，别的我都可以让给你，可是这个是我的救命恩人送给我的，我求求你把它还给我。江子良，你确定这佩玉梅是你的吗？你把玉佩还给他。晚安，北极星哥哥。你找了馒头妹妹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她其实就站在你面前？哥哥怎么这么聪明呀？以后我就叫你北极星哥哥吧，哥哥吧。我就叫你馒头妹妹。北极星哥哥，你找了馒头妹妹这么多年，她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个称呼？北极星哥哥，可能是我之前无意中说出这个称呼的，没想到现在却被姐姐学了去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就这智商，被别人骗了还帮人洗钱呢。15年前救你的人，姐姐，你从小就争强好胜，喜欢抢我的东西，但我一直觉得你不是故意的。现在我要跟北极星哥哥相认的时候，你却冒名顶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江子良，你别贼喊捉贼，冒名顶替的人明明是你。姐姐，我知道我没有把这份恩情让给你，可是我找北极星哥哥找了10几年，我求求你成全我这一次好吗？道歉，现在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。杜彦辰，你还真是眼盲心瞎，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到底是谁在骗你吗？彦辰哥哥，你不要为了我跟姐姐置气，就当是她15年前救了你。姐姐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别一口一个姐姐了，茶味都快熏死我了。道歉。陆彦辰，我可是在帮你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帮我？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插手了？要不是你15年前救过我，你以为我愿意管你的破事儿啊？江子良，你说是我冒名顶替，那你解释一下，北极星哥哥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记不清了，我当时那么小，又刚受到了惊吓，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？没错，一个小孩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？我看就是他胡搅蛮缠，搬弄是非。张婉，你明知道我最恨骗我的人，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觉得是我在骗你？你这2年骗我的还少吗？你费尽心机的留在我身边，你现在又冒充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认为我会相信你吗？陆彦辰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既然你这样眼盲心瞎，好心当做驴肝肺，真想知道真相大白的那一天，你会不会后悔？彦辰哥哥，这幅画本来就是我为了纪念我们15年前的感情所做，这就是最可以证明我们经历的。江子良，这幅画真的是你做的吗？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这幅画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吗？江婉，无论你现在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改变不了她就是馒头妹妹的事实。陆彦辰，我真替22岁的江婉感到不值和恶心。你们不配玷污这幅画。我的画！江婉，你发什么疯？明天早上8点，民政局领证离婚。
该死的陆彦辰简直是狗要吕洞宾，不知好歹！你就等着被江子霖玩的团团转吧！气死我了！救命！救命！你没事吧？我好像流产了，要开大120。你说这幅画是我送你的，那你还记得护身符我是什么时候送给你的了吗？是当时我们一起逃跑的时候你送给我的。当时我还小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很多细节我记不清了。燕城哥哥，你不会不相信我吧？这幅画我买了，以后有什么事你直接找我。陆总，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是江婉的丈夫吗？您夫人她怀孕了，动了胎气，需要住院，请您赶紧来医院一趟。江婉这个贱人竟然怀孕了！我马上走。季教授，今天您值夜班呀？今天有新来的病人吗？有一个孕妇差点流产住院，我们初步判断是刺激宫心导致的，幸亏送来得及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小婉，小婉，你既然可以嫁给陆远辰，为什么不是我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不回头看看我呢？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你今天突然晕倒了，幸好送来及时。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陆彦辰这个渣男，小时候救他的人明明是我，江子霖冒名顶替，结果他居然相信他，不相信我。你恢复记忆了？我只是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，18岁以后的记忆还是想不起来。那你现在还爱他吗？小时候不懂事，爱上了一个渣男罢了。既然现在江子霖上赶着回收陆彦辰这个垃圾，我巴不得趁早离婚。以后让我来照顾你。学长，学长，以后让我来照顾你。恐怕要让你失望。陆彦辰，你不是在陪你的白月光吗？怎么有空到医院来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讨厌我，可是我跟燕辰哥哥可是生死之交，就算你再生气，也不应该拿你的孩子开玩笑。知道自己讨厌就赶紧滚！怎么，我打扰到你们了？陆总，我和小婉不是你们想那样。小婉，你叫得这么亲热，你和我亲自很熟啊？不关你的事。陆彦辰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我们可是说好了各玩各的。2年了，你还是没有什么长进。你随随便便找个男人，你以为我会吃醋吗？所以你到医院来，就是为了向我证明你没吃醋。陆彦辰，你弄疼他了。江婉，你最好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不要做无谓的举动。陆总的警告我听清楚了。还有事儿吗？没别的事儿的话，慢走不送。姐姐，你现在可是顶着陆家少夫人的名义，就在医院里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。我们家燕辰哥哥说你2句怎么办？跟我回家。啊！没事了。我没事。陆远辰，这里是医院，你要是再胡来的话，我就叫保安了。这是我的家务事，和你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陆彦辰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少在这里阴阳怪气的。姐姐，当初是你费尽心思要嫁给我们燕辰哥哥，现在又这么护着别的男人，难不成你们真的是？江婉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是我的妻子，顶着陆家少夫人的名头，你就这么急着找个男人接盘吗？你还怀着我的孩子，你以为他会要你吗？你知道我怀孕了。你还怀着我的孩子，你以为他会要你吗？你知道我怀孕了。
朱总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季医生是夫人高中时期的学长，那份假的孕检报告和删除的就诊记录都是他的手法。原来是姐姐的学长呀，算得上是青梅竹马，难怪你们的关系看起来这么的亲密呢。原来你们一开始就串通好了骗我，江晚，你好大胆！是你们把他逼得走投无路，他才这么做的。陆远辰，你要是不爱他，你就不要把他困在这种畸形的婚姻里面。你趁早跟他离婚，你放他自由。畸形？他当时怎么骗我让我娶她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畸形？季医生，伪造孕检报告，删除就诊记录，你知不知道把这个曝光出去，你会在医学界身败名裂？你想尝尝吗？陆远辰，这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和学长无关。你现在跟我回家，今天的事我既往不咎。小婉，好，我跟你回家。你把婚戒给我戴上。季明秀，我最讨厌别人觊觎我的东西，你好自为之。远辰哥哥，陆远辰，你放开我！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可以和你的白月光拉拉扯扯，我和学长说两句话怎么？你把他当学长，他可不一定这么想。你以为所有的男人都喜欢认干妹妹吗？别人认妹妹是龌龊，那你和江子玲呢？现在不是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你不要转移话题。难道你没有想过，他根本就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？我和江子玲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找他是因为了报答他当年对我的救命之恩。算了，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跟你没什么不说。你之所以离婚是为了季明秀。陆远辰，当初是我逼着你娶我的，但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。反正你不是已经找到你的白月光了吗？那趁早离婚，给他腾位置，不好。你瞒着我怀孕，不就是为了留在我身边吗？不离婚，不正如你所愿。你误会了，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，将来就算孩子生下来了，也不会叫你当爸。听懂了吗？难道你想让我的孩子叫那个野男人当爸爸？孩子在我肚子里，我想让谁给他当爸爸就让谁当，你管着整。你现在依旧是我陆延琛的太太，你休想顶着我陆太太的名头和别的男人暧昧不清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离婚之前，我不会和别的女人有染，你满意了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怀孕的？你是问失忆之前，还是失忆之后？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怀孕的已经不重要了。明天说，吩咐下。明天说。你干什么？陆远琛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你休想伤害他。要伤害他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，别闹。陆远琛，我是醒来当天才知道自己怀孕的，我真的很想要这个孩子，求求你别打动他好不好？放手。不放。你给我起来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我才18岁，医生现在就告诉我怀孕了，每天没妈没人疼，叫个老公还吃不行啊！你怎么这么苦呀？好马。先生，夫人有什么吩咐？吩咐下去。现在夫人要在家里养胎，就找几个有经验的月嫂营养师。好。你我男人糊涂还不识字呢！你同意我生下这个孩子了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心狠手辣的形象吗？陆总，你叶明是我风流倜傥。这就是你的谢礼。
抱歉，陆总，您刚才的电话我没有听清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帮我准备一份抚养权协议书，如果江往和我离婚，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决定所有。我绝对不会允许孩子小姑娘的。喂，老夫人，夫人怀孕啦！什么？我孙媳妇怀上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这臭小子总算开窍了。老赵，赶快把库房里上好的人参芦蓉给我孙媳妇送过去。哎呦我，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的宝贝孙媳妇啊！怀孕这么好的事情，怎么瞒着奶奶呢？哎，坐。慢点。奶奶，就算我们不说，你不也知道了？看，这是奶奶给你带过来的补品，怀孕呐可辛苦了啊！你要好好吃，吃完了呀，奶奶再给你拿过来，管够。这么多？哎呀，不多，你为我们陆家开枝散叶，是有功之臣呐。管够。奶奶，谁才是你孙子？有你的。这是孕初期的书，孕中期的书，孕晚期的书都得看。这么多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奶奶呀，要定期检查的。奶奶，这些事儿交给育儿师就好了吧，不用麻烦叶晨了。让她好好学习，她才知道女人怀孕有多辛苦，她才知道心疼你、爱护你啊。可是奶奶，我和燕琛没有感情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离婚了。你个傻丫头，这两口子过日子嘛，哪有不磕磕碰碰的？这孩子一生下来呀，这婚姻呐就稳固了啊！现在奶奶也知道我怀孕了，再想离婚，恐怕就是难上加难。陆远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开始我陪你睡。陪我睡？你靠我过来。不用了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点空间比较好。您自己睡吧，我去隔壁了。你以前在床可不这么做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以前太肤浅了，只看脸。那现在呢？看腻了。那正好，多看几遍就看习惯了。把衣服脱了。脱衣服干什么？医生说了，孕早期不能乱来。我还没有这么禽兽。你现在怀孕3个多月了，书上说孕初期容易有妊娠反应，需要涂妊娠油，不然会长妊娠纹。想不透，你让我多么心动。遇见你是生命中最美的彩虹。哎，你干嘛？还有大腿、腋下、臀部都要脱。哎，不行，我不涂了，我要睡觉了。我们都结婚了，孩子都有了，你现在才害羞，是不是把它点？孩子在我肚子里，我说不用就不用。如果没有我的基因怎么怀孕的？无性繁殖啊！你下流无耻！要不要帮我回忆一下？以前是谁求着我在下流的？男人果然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就算没有感情，也能照视不误，还玩得这么劲爆。别走神儿。陆远辰，你是狗吗？如果你再骂我，我估计有个做人。反正是他伺候我，读就读吧。最美的彩虹，冥冥之中你的回眸，最美的谁哥哥？你来干什么？姐姐，我之前听说你动了胎气，我和爸妈都特别担心你，所以来看看。既然已经看过了，那就走呗。叶晨哥哥，姐姐
是不是对我俩的关系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好心来看他，他对我的恶意这么大。江婉怀孕了，情绪波动比较大，你别介意。陆总，这是按照您的要求拟定的抚养权协议，只要离婚，抚养权就会全权归属您。放到书房吧。对了，你找几个比较权威的室内设计师，我要给我儿子打造一个儿童房。我马上去办。燕晨哥哥，我之前在国外就是学室内设计的，不如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就当是我帮你和姐姐一个忙了。看在我们15年前的那场情谊上。好。以后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跟陆彦辰接触了。江婉，再过不久，这个男人还与陆夫人的位置都不属于你。杨松远，我怀孕3个月了，我去买点母婴用品。这些东西不用自己买，我可以小点主办。那怎么行？这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我得亲力亲为。你在家也可以亲力亲为。陆总、陆夫人好，我们是陆氏旗下高端母婴品牌。以后您和小宝宝每个阶段的产品，我们都会有专人上门定制。满意吗？对我这么好干嘛？我陆彦辰的儿子，一切值得最好的。看来奶奶的驯夫经验还是有用，连陆彦辰这样的冰块都软了。你说什么软了？哦，我说陆总您是心软的神，一嫁给你简直就是修了3辈子的福气。你这是变相夸自己呢。如果陆彦辰能成为一个好父亲，就这么搭伙过日子，好像也不错。陆总、陆夫人，我们是金台育儿师团队，接下来为2位做育儿培训。那需要我做什么呢？不需要做什么，陆夫人在孕期和产后只需要保持喜悦的心情就足够了。大部分课程都是针对陆总设计的。那就要辛苦你了。我和宝宝都很期待你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全职奶爸。先双手轻轻托起宝宝的头部，然后另一只手托起宝宝的腰部和臀部，另一只手从下托起，抱起时尽量贴近自己的身体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姿势这么奇怪呢？刚开始都是这样，新手奶爸都要勤加练习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怎么跟孩子冲奶粉吧。先加50毫升的热水，再加1分，确保温度合适。陆总对夫人和宝宝可真上心啊，以后一定是个好爸爸。宝宝，妈妈是不是应该再相信爸爸一点？陆彦辰，你看这套亲子装好不好看？这奶爸穿着也太帅了，我也要买。我的孩子要当最亮。以后不许看电子产品，不许看不良信息，影响胎教。我这是在培养孩子审美，这也是胎教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，给我！别举了，别举了！我要是不举，牺牲的可是你的幸福。陆先生，是不是胎教？怕了？那还敢不敢随便带我？都3个月了，孕盘怎么还这么严重？医生说4个月之后就好了，再忍忍吧。小家伙，你要乖一点，有什么妈妈？陆先生，
3个月的胎儿听不见自己说话的，还没有长耳朵和眼睛。我陆彦辰的儿子，能跟别的儿子一样吗？哎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才3个月，我们就心灵感应了。你天天的，好像是我的贵人。哦，陆彦辰，我想吃螺蛳粉。啥是螺蛳粉？不行，这种垃圾食品不健康，影响胎儿发育。1次2次没关系的。这种事情不值得冒险。可是育儿师也说了，我的心情愉悦最重要。要是今天吃不到，我就不开心，我不开心，宝宝就不开心。停，王妈，给他做。可是我和宝宝只想吃你做的。给我。先生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去续个螺蛳粉。不行。陆彦辰，你也有今天，叫你捡起，这次在我手里了吧？好香呀！要不要尝一口？可好吃了。以后这种生化武器不要出现在家里。我去上班了。还以为陆总天不怕地不怕呢，没想到竟然被一碗小小的螺蛳粉给打败了。太厉害了，先生可是从来没有下过厨的，刚刚为了给你做饭啊，手都被烫伤了呢。看来呀，他是真的很在乎你的。你们在干什么啊？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，我是燕辰哥哥聘请的儿童房设计师，刚刚我们也只是在沟通设计需求。沟通什么需求？需要穿低胸装呀？小婉，你不要无理取闹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合作伙伴。哼，这是给燕辰哥哥的吧？我来吧。燕辰哥哥，你没事？要不要去换件衣服？你们先聊。江子玲，我是孩子妈妈，你以后有什么要沟通的，请找我。一个生育工具的意见，有必要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江婉，你不会真的觉得燕辰哥哥对你好，是因为心里有你？其实，在他的心里，他最想娶的那个人，其实还是我。你只是一个生育工具罢了。不可能，胡说八道。抚养权协议，男女双方一旦离婚，孩子抚养权将归男方陆彦辰所有。离婚之前，我不会和别的女人有染，你满意了？孕初期会产生妊娠反应，需要涂妊娠油，不然会长妊娠纹。我陆彦辰的儿子，一切值得最好的。这下你相信了吧？所以，他最近对我百依百顺，是想让我放松警惕，让我替他生下孩子。江婉，你放心，等你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呢，我会对他视如己出的，而且燕辰哥哥肯定也不会亏待他，你说是不是？不，我要自己找他问清楚。陆彦辰，只要你说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就相信你。燕哥，你以前可是最讨厌江婉黏着你了，怎么一怀孕就把你给享福了？奶奶一直想要个孩子，我不想让她老人家伤心。你做这么多，你敢说没对江婉动心？反正她迟早都是要离婚的，但是孩子自始至终都是我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来。
能不能有机会听到陆总的真心话？没有在乎他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就应该被你剪得团团转？你为了抢走我的孩子，一次又一次的让我相信你，我竟然那么傻，想放下过去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现在还在怀着孕，你情绪太波动会伤害到孩子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就只是生孩子的工具？这段时间对你的好，难道没有看见吗？你为了抢走，还真煞费苦心。你让我感到恶心。小婉，陆远辰，你个混账东西！小婉可是为你生儿育女的妻子啊！你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让她病了好几次呢？啊，还用这个抚养权协议来威胁她，你对得起她吗你？奶奶，我是一个商人，任何风险都要扼杀在摇篮里。只要他不离婚，这份协议就永远都不会生效。所以，我还要感恩陆总的大恩大德了。小婉，宝贝儿，奶奶刚才已经替你教训他了啊！你放心，有奶奶给你做主呢。那就麻烦奶奶做个见证，今天我们就把离婚协议签了。小婉呐，你以前那么爱燕晨，你现在把婚离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啊，是挺可惜的，可惜我没有提早清醒，及时止损。虽然我失忆了，记不得以前的事情，但我觉得这2年我已经因为以前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陆远辰，没有感情的婚姻就像牢笼，趁早离婚，对我们2个彼此都好。当初你逼着我娶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提牢笼呢？陆总，对不起，我为当年的行为向您道歉，请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和孩子。杨婉，你既然嫁进我们陆家，那就是我们陆家的人，让你这种人生下我们陆家的血脉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别不知好歹。江二小姐可是我哥的救命恩人，你一个孤儿也配跟他找？我劝你乖乖把孩子生下，毕竟你在我哥眼里只是一个生育工具。这个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，陆远辰不配当他父亲。我不配，那季明修就配吗？我不配，那季明修就配吗？我和学长没你那么龌龊。2年前，你为了陆夫人的位置，不惜趁我喝醉爬床，我俩谁龌龊？你心里的那个人就是他吧？现在他回来了，你就急着跟我离婚是吗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22岁的江晚会忘记，因为爱你他只会感觉到痛苦，所以宁愿失忆也要忘记你们之前所有的感情。既然没有感情，我们就谈钱吧。我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，你只是一个孤儿，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，就算打官司，抚养权也不能判给你。所以呢，你要把我扫地出门，让我的孩子叫江子玲母亲。我找江子玲只是为了报答她15年前对我的救命之恩，我对她没有任何想法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杜远辰，我真想知道，有朝一日你知道了真相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你把话说清楚，到底什么真相？你跟我离婚，我就告诉你。江婉，要不是你算计我哥，你一个孤儿能坐上我们陆家少夫人的位置？我劝你别不知好歹，赶紧把孩子给我生下来。毕竟你只是一个连保姆都不如的贱人而已，也只有这点用处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嫁进陆家，就只是陆家的生育工具？难道不是吗？当初要不是你这个心机深重的女人，害得我跟颜面扫地，一个抢了别人位置的人，活该没有好下场。住口！奶奶，你怎么还帮这个贱人说话呀？
他分明就是想用孩子要挟我们。他要是想离婚，早就把孩子打掉了，怎么还会有抢抚养权这种破事儿呢？我陆家的血脉绝对不能流落在外。想要离婚，要么打掉孩子，要么把孩子生下来交给我们陆家。燕晨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我的孩子绝对不可能叫别人办了。够了！当年设计陷害燕晨的不是小婉，是你爷爷。奶奶，你说什么？之前你一直想找小时候救你的那个女人不结婚，你爷爷看着跟你一样大的男孩子都结婚生子了，他就想撮合你们。爷爷，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啊，爷爷，哎呦，哎呀，谢谢你姑娘，要不然今天我老头子就没命了。都是举手之劳而已。姑娘还没结婚吧？哼哼，我孙子长得可帅，身材好，还多金，要不你考虑考虑？爷爷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他小时候救过我，不过我和他的相认之物被抢了，所以他就忘记我了。但我这辈子非他不嫁。这不是我孙子的照片吗？难道他就是我孙子一直在找的人吗？哎呀，来，姑娘，过2天爷爷生日，你是爷爷的救命恩人，你可一定要来哟。好的，爷爷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爷爷再见。再见。10年，你爷爷就是看中了小婉善良温柔和性格冷漠的远程，正好合适，他就在那天生日晚宴上给你们放了点东西。你说什么？当年的事情，小婉是受害者，这些年你们都错怪他了。当初为什么不早点说？你爷爷的临终遗愿就是想让你们俩结婚，都是我不好，为了保住你爷爷的名声，让你们误会了这么多年，折磨了小婉这么多年。小婉，你怎么了？我头好痛。小婉，你怎么了？我头好痛。我好晕，我在哪？谁要来的？北极星哥哥。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't walk away? Why do love deception? Let me live this way. How can I be sure? 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哥哥，我是自愿的。说，是谁教你下药的？是谁让你算计我的？混账！放开小婉！我们陆家男人敢做敢当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今天你们俩就给我去领证结婚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娶这种心机深重的女人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爷爷，您怎么样？丫头，你既然喜欢我孙子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呢？爷爷，我不想拿过去的事情绑架他的感情。如果有一天，他真的重新爱上我，到时候我再告诉他一切。
丫头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燕晨，小婉，其实你爷爷的遗愿就是希望你们俩能结婚。既然你费尽心思的嫁给我，我就要让你知道算计我的下场。所以，为了爬床逼婚误会，你把我当泄愤工具，你的家人羞辱我，甚至为了白月光逼我签字离婚，真是太可笑了。你都想起来了？陆延辰，我不欠你的。不可能，奶奶你肯定是为了包庇江婉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。妈，这个不是一件小事，毕竟当初江婉爬床逼婚的事，全港城人人皆知。你就算再喜欢他，也不能替他颠倒黑白呀。我本想保住这个秘密，一辈子都不让人知道他爷爷做过的事情。可是你们让江婉受尽了折磨，让他好几次从鬼门关都走了一遭。我再不说出来，我良心难安呐。少爷，少夫人，当年你们酒里的东西是老爷吩咐我偷偷放进去的，要怪就怪我吧。原来我都错怪他了，原来你要都对他做了什么？对不起，小婉，如果不是老头子自作主张，不会让你背上骂名；如果不是我的固执，也不会让你受尽了委屈。是奶奶对不起你呀。奶奶，不是你们的错，是我自己一厢情愿。妈，他能受什么委屈？一个孤儿当了2年的富太太，那是他的福气。哥，奶奶，你们千万不要被这个心机深重的女人给骗了。江婉要真是被我们误会的，那她没事业的时候，为啥不早点说出真相呢？因为我犯贱，我以为可以真心换真心，结果我还是错了。小婉，过去是我混账，我才会放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今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个孩子。不用补偿我。小婉，你相信我，这次我一定不会这么混账。我累了，就这样。小婉，这些年是我们陆家对不起你，让你受尽了委屈。我决定把我名下在陆氏集团的10%的股份都转让给你，给你和孩子作为补偿。奶奶，我不会养。不行，妈，10%的股份至少价值100亿，你就这么送给一个外人，你老糊涂了。我也不同意，他分明就是仗着肚子里的孩子借机敲诈。住口！陆青青，江婉是你嫂子，你不能这么污蔑她。我会净身出户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到时候孩子一生又回来找我们要钱，那我们陆家不就被你们母子拿捏了吗？没错，要么乖乖生下孩子，要么就打掉这个孽种。我再也不会有孩子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出车祸吗？我已经找到救人的线索了，签字吧。如果我怀孕了呢？怀了就打掉，我不会允许有比我们结婚更大的错误发生。我以为你要打掉这个孩子，所以我才想离开，结果在路上出了车祸。我一醒来，医生告诉我，因为没有家属签字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
我当时只是以为你在无理取闹，想去找他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。所以，你还要逼我打掉这个孩子？小欢，是我们陆家对不起你，可是你现在需要人照顾啊，不然你和孩子都会有危险的。等孩子平安出生，你有任何决定，我都答应。对，我们都答应你。好。你干嘛去？产检。我陪你去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叫了车，你去上班吧。不麻烦，顺路。况且我也不放心把孩子交到别人手上。22号张婉在吗？在这儿。进去吧，季医生在里面等你。季医生，季明轩。对啊，你们挂的专家号，季医生是我们医院妇产科的专家，你们不就是专门来找他产检的吗？小婉，哎，我刚才听到你名字了，还以为听错了呢。学长，好久不见。我恐怕不能接受一个有前科的大夫给我太太做检查。陆远辰，让谁给我做产检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插什么手？作为孩子的父亲，我有最基本的知情权。如果你还要这样无理取闹，那我们就早点离婚，到时候彻底跟你没有关系。兄弟啊，你该不会是看季教授长得年轻帅气，吃醋了吧？女人啊，不是要靠哄的。像你这么冷冰冰的，迟早把你老婆给吓跑了。哄？怎么哄？哦，陈少交往过很多女朋友，他应该有很多的经验。哎呀，哎呦喂！要是你惹个女人生气，你会怎么办？哟，咱们陆总裁不是最不屑女人了吗？少废话。这还不简单？送钱、送花、送礼物，3招往回。燕哥，你是不是惹嫂子生气了？跟兄弟我说说呗。具体有办件事。好。检查完了吗？医生怎么说？胎儿发育很健康，按时产检就可以。那就好，走吧，送我回家。夫人怀孕辛苦了，欢迎回家。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？喜欢吗？以后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小婉，我只是想弥补你和孩子。迟来的爱比草都贱，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。等孩子出生以后，我们就会离婚。希望你不要出尔反尔。陆总，那我们以后还给夫人送花吗？吩咐陆氏旗下所有的品牌，把每个季度的最新款的衣服还有珠宝全给送小婉。明白。先生，难道你还不了解夫人吗？她要是喜欢这些身外之物啊，早就迫不及待地讨好你了。夫人有多爱你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但是这次啊，你真的让她伤心了。妈妈，你说我这些年是不是对她太过分了？哎，先生，夫人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只要打直球，拿出认错的姿态来，她一定会被你打动的。打直球？小婉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宝宝，你别碰我，我不要你管。如果你还想要这孩子，你就别跟我争抢。把我从你房间里赶出去，只有是能照顾好自己啊。我洗澡的时候脚滑了，谁知道摔了一跤。你干嘛？要是你以后不想瘸着腿坐轮椅，就给我听话。少多管闲事。
我坐轮椅用不着你来推。这个时候你倒硬气。狗男人，果然是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你干什么？我给浴室装防滑垫，免得你受伤。小婉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房间，我想去哪就去哪。进来。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，你偏不。你干什么？你说呢？别以为你刚才帮了我，我就会原谅你。小婉，我不奢求你的原谅，因为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弥补，那些对你造成的伤害都无法挽回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和孩子就是我的原则。无论你今后做任何决定，我都尊重你。宝宝，如果你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，你会怪妈妈吗？我要睡觉了，你走吧。我可以升起来住吗？可以呀，那你打地铺吧。啊，这不愿意啊？那你出去吧，把门关得上。愿意，我可愿意睡地铺了。你看，我在办公室坐久了，睡地板对腰好。陆远辰，我本来是想要恨你的，可就算我全都想起来了，还是舍不得恨你。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你？小婉，这次换我来爱你。飞尘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新设计了几套方案，想拿过来给你看看合不合适。你来选吧，毕竟你和孩子的意见比较重要。陆远辰，你别忘了，我们说好了，等孩子出生就离婚。就算你装修好了，我也用不上。房子已经过户给你了，无论以后我们是否分开，等生完宝宝，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。我不需要，我在奶奶和你妈面前说过，我会净身出户，你们陆家的1分钱我都不会要。谁说房子给你的了？这是我给我儿子的礼物，只是他现在未成年，帮我代替保管，这样你就不能拒绝我了。想让我收也可以，我要换掉它。叶晨哥哥，姐姐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姐姐，就算陆老夫人在你背后为你撑腰，你也不能越来越放肆吧？你误会了。燕晨哥哥，你不要跟姐姐生气，怀孕的人就是会胡思乱想。他这个嚣张跋扈的性子是我宠，你有意见？怎么会？如果姐姐真的这么讨厌我，那我以后就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们了。可是燕晨哥哥，我们15年的感情始终是真的。现在就让我把这幅《仲夏夜之梦》送给你，当做我们这么多年来一个了结。江子玲，这幅画真的是你的吗？江子玲，这幅画真的是你？这当然是我画的。姐姐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你的画上为什么会署名 JW？ 这是有什么意思呢？ JW 江晚，这个贱人，没想到失忆了还能摆我一道。江小姐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
燕城哥哥，这是我的一个笔名而已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如果画得太差的话，被熟人看到会很尴尬的。陆彦辰，如果早知道你这么眼瞎，馒头妹妹一定恨不得当初从来没有遇见过你吧？江婉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姐姐，就算你再介意我跟燕城哥哥小时候发生的事情，你也不应该拿我们小时候的苦难开玩笑吧？江婉，我对你的感情，任何人都干扰不了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和江子玲小时候的经历。你们小时候的经历，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，那就当我是多管闲事儿了。小婉，燕城哥哥，江子玲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自己不要过来。陆总，这是您让我查的关于江二小姐的生平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倒是夫人在15年前被人绑架过，但因为夫人父母双亡，江家由他大伯接管，被救回来之后也没有对绑架案进行深究。难道15年前救我的人是江婉，根本就不是江子玲？那他们怎么知道我当年被绑架过，甚至还抢走了玉佩，冒名顶替呢？陆总，该不会当年的绑架案其实是江家人干的吧？江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江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燕城哥哥，我爸妈为了感谢你15年前救了我，明天特地在家里设宴，想专程感谢你。好啊，明天我一定准时到。陆总，万一15年前的绑架案真的和江家人有关，那夫人会不会有危险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，我要知道所有的真相。是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今天我来带你看场好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想知道15年前的真相吗？今天只要好好配合我，我帮你拿回江家。如果爸妈还在，这里还是我家。可爸妈走之后，大伯一家鸠占鹊巢，我却成了那个寄人篱下的罪人。以后你还有我。哎，陆总大驾光临，咱们有失远迎了，哈哈。江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夫人陪我出席，有异议吗？陆总啊，你说笑了。子林这次来啊，是专门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。没想到小婉大这个肚子啊，还寸步不离的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夫人大度，不介意，但我就说不定了。陆总说的对，待会儿我一定好好赔罪。来，请入座。哈哈哈哈！饭就不吃了，咱们有事先聊一聊。陆总，妈，江婉那个贱人凭着自己怀孕，天天缠着陆彦辰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怕什么？只要你等一下给陆彦辰下药发生关系，这陆家少夫人的位置啊，就是你。陆总，多谢15年前对小女的救命之恩呐！江总客气了。彦辰哥哥，15年前都是因为我害得姐姐对我们产生了误会，现在我诚心的给你们道个歉。那你道吧，我听着呢。彦辰哥哥，姐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？你既然知道道歉，你不知道她生气了吗？姐姐对不起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彦辰哥哥，算起来她是你姐姐，按照小婉的辈分，应该叫我姐夫吧？姐夫，对不起。陆总啊，小婉虽然怀孕了，
但是啊，论身份呀，他是配不上你的。趁现在你们的感情不好，把肚子的孩子打掉离婚，给彼此一个崭新的开始，这样多好啊！我离了婚，江子宁正好补上是吗？哎，小婉，我们说话你插什么嘴？当初你爬床逼婚，害得陆总成了我们港城的一个笑话，你这就是自私自利。今儿个大伯跟你做主，回去跟陆总把婚离了。陆总，子宁啊，一直念着你的救命之恩，念了15年，没想到今天真的是你，这真的是缘分呀！缘分？不见得吧？练成哥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不知道，那我就帮帮你们。哎，陆总，这就是污蔑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。江总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你这是私心了吗？对。你就是15年前绑架我的凶手。没错，根据他的交代，15年前绑架夫人和陆总的事情，都是江总指使的。是啊，15年前江有为想独吞公司，他就给了我100万，让我在江总的车里做手脚，把他的事伪造成意外车祸。可没想到，江总立了遗嘱，江小姐才是江氏继承人。你个废物！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都处理不来，我养你干什么？江总，我们绑架江晚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小男孩，好像是陆家少爷，他俩一起逃走了。大伯伯有坏人把我和小哥哥都抓起走了，没关系，救救他吧。小婉，怎么了？你慢慢讲。小哥哥为了保护我，是引开坏人的。大伯伯能不能帮我去救救他好吗？行，我马上叫人去救人。这样吧，你先回房间休息啊，乖。我们好不容易帮他的父母解决，现在他成了江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以后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去。爸爸，我不要喝西北风，我要当江家大小姐。你急什么急？现在江家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就算等他长大成人，也休想从我手中夺走江家。那少爷的麻烦怎么解决？打今儿个开始，就当没这回事儿。乖，江小姐才是江氏继承人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陆总，陆夫人，都是他指使的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饶了你？那谁要饶了我爸妈呢？小婉，你别激动，有我在。练成哥哥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女人说的话，肯定是江晚合起伙来和这些绑匪来欺骗你。小婉，我可是你亲大伯，你居然串通外人来害我，你真是狼心狗肺呀你！你混蛋，你敢打我！小婉，别让这种人脏了自己的手。林太座在，动身！陆总，你要干嘛？小婉，小婉，陆总，给我！你一直以为我爸妈是死于意外，你说要守住我爸妈留下最后的东西，让我把公司交给你，结果你就是害死我爸妈的凶手。小婉，我们可是亲兄弟，谁叫他家财万贯，我是一个穷光蛋，我这么做都是被他逼的。王八蛋，你骗我，你不得好死！小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陆元成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我一定要让他们碎尸万段，给我爸妈偿命！陆总，只要你饶了我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包括我们江氏集团，我都愿意。对，陆总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不要对我们动手啊！看来你们还不是悔改。
陆总，我错了，你就饶过我吧，小婉，我可是你亲大伯。你害死我爸妈，就应该血债血偿。要不是我们大发慈悲，你还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。哎，老婆，如果不是你们害死了我爸妈，江家怎么会被你们霸占？我怎么又会从家人大小姐变成寄人篱下的可怜虫？把他们全部给我送到监狱！月晨哥哥，电话都是骗你的，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我才是15年前和你去被绑架的那个人。我说，15年前，江子林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把陆夫人卖到大森林给人当童养媳。几个月前还让我开车撞死陆夫人。师姐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害你。我可是你的堂妹啊，我是骨肉至亲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让人把我卖进大山，害我车祸失忆，冒充我和陆远辰相认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呢？所以你才应该感谢我啊！要不是我留了你这条狗命，你哪有机会遇到陆远辰？你拥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把他给我送到精神病院去，一辈子别放出来！你不能这么对我啊！陆总，小婉，你不能儿子！15年了，我爸妈终于可以瞑目了。小婉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，哪怕是我也不行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干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，这么神神秘秘的？你亲自看看。这都是你准备的？这个就是我给咱们儿子准备的儿童房，到时呢，我会在这个墙上布满你的照片，等儿子出生，我就告诉他。这个女人，就是我们爷俩要守护的人。孩子都还没出生呢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儿子？这是男人的直觉。啊！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孩子要生了？离预产期还早呢，是宝宝刚刚踢了我一下。臭小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刚说你都忘了是吗？他才是个胎儿，听不懂你说话。育儿师教了我一个技巧，当宝宝不乖的时候，先摸一摸，再亲一亲。这样他要变乖了。好像是好多了。臭小子，以后如果你再敢欺负妈，小秀揍你。陆远辰，你幼稚不幼稚？快起来吧。一直以来，我把15年前救我的人都当成我的妹妹，一次次的推开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心里边还装着另外一个男人，出于愧疚才会对我逆来顺受。那个男人就是你？是我的自尊心作祟，因为我不确定你嫁给我，是因为真的爱我，还是因为一夜的荒唐。其实我早就已经爱上你了，只是我不敢承认，才一次次的伤害你。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那我有一个条件，就算是1000个、10000个，我都答应你。我希望给这份爱加一个期限，1辈子。小婉，我有点贪心，要10000年。